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？不论他是谁，一定是个研究吃的行家。为了心中的执念，行家们有的昼伏夜出，有的身怀绝技，有的正在与岁月抗争，有的刚走上追梦之路。360行没有专属于螃蟹的职业，但行家们研究起螃蟹，他们都是认真的。一个人用心做一件事超过10年，就会成为高手。而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位行家，下水捕蟹已经超过30年。欧阳诗海下水捕蟹，唯一能算得上装备的，就只有一双劳保手套。眼镜戴的也没用，他呢退潮的时候，他水都是那个黑的。下面海力很多，很容易割到手啊。这个也要看感知啊。下面都是螃蟹洞。所谓螃蟹洞，其实就是水泥管，位于水下5米深处，是欧阳诗海放置的。青蟹有在海床寻找巢穴的习性，这些水泥管既是居所，也是陷阱。成年青蟹蟹钳能夹断人的手指，但欧阳诗海势在必得。从螃蟹底下穿过去，握住它那个钳子，就不会被夹到了。啊，这么大来只！接近1斤的大蟹出水，这是个好兆头。30年的经验告诉欧阳诗海，这个时候必须一鼓作气。福建人管青蟹叫鲟，因为还没到母蟹出红膏的季节，所以肉满的公蟹是当季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。福建人吃蟹从来不怕麻烦，用鸡蛋包裹蟹肉，6成油温下锅，出锅前下新鲜的绿豆芽，取名桂花蟹，既概括造型，也暗喻桂花飘香的吃蟹季。美啊！哎，干什么？我给你呢。弟弟帮你取它。离开市场回到家，欧阳诗海的竹篓里还剩下一只特殊的青蟹。水蟹因为刚刚蜕壳，所以肉少水多，在市场上卖不出价钱。但渔家自有获取鲜味的办法。丰厚的汁水是螃蟹蜕变中凝聚的精华。这锅青菜猪肉大米粥就是衬托蟹鲜最好的载体。螃蟹连原汁一并入锅，米香和蟹的鲜甜融在一起。虽然只是低成本的家常主食，但汤浓味鲜，不输大菜。有捕蟹的行家，就有卖蟹的行家。福永，深圳最后的渔村记忆。很多人在这儿买了10几年的海鲜，也有人每天在这儿守候，一直没有离开。现在深圳的城市发展很快，本地的海产品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我想，大家都希望能保存一点老深圳的味道。陈锡红，深圳原住民海鲜市场的创办人。
很多老商户每每进了靓货，都得让他来鉴定鉴定。哦，好嘢。你一看到黄油蟹的那个爪的关节都有油的，打开验，更看到有金黄的啊，这个的真正的黄油蟹，而且这个已经顶级了。黄油蟹，青蟹中难得一见的珍品。每到盛夏，带膏的母蟹游到珠江口的浅滩栖息，有些会暴露在猛烈的阳光中，在一定的概率下发生突变。蟹膏化成金黄油脂，渗透到全身各处。一只油脂最饱满的黄油蟹，出现概率不超过1/1000。老陈比谁都了解黄油蟹的难得。市场下班，喧嚣远去，又到了每天最享受的时间。我跟海鲜呢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海鲜的做法很简单，做法简单，又能吃到鲜美的味道。老陈买的这几只黄油蟹必须当天料理，形态完整是重点，哪怕掉一条腿，蟹油也会严重流失。冰水混合物可以将螃蟹冻到麻木微僵。蒸汽熏烫中，蛋白质受热变性凝固，蟹油渗出，达到完美的膏肉混合。老陈的几位老朋友早已闻油而来。我又喺小台。蒸好的黄油蟹有一种特殊的蟹油香，这来自脂溶性的挥发性风味物质。蟹肉被染成金黄，滋味甜到悲伤，口感润到难忘。这种难得的体验，很多会吃的老广也可望不可及。老陈卖了半辈子海鲜，他的快乐总会停留在这一刻，就像深圳人对渔村的记忆停留在福永一样。苏州的时光则总是停留在吴侬软语的慢生活中，但行家们搞事情的节奏却一点儿也慢不下来。刘鑫，你们最近的蟹油开发的怎么样了？我们的这次这个蟹肴上呢，还是比较就是偏时尚的一些菜肴，已经基本定型。我们苏帮菜呢，因为有3000年的历史，那么这里边呢不乏有文人的一些菜流传下来。这师徒3代间的话题总离不开传统与创新，他们准备用一场行动来检验真理。那么我们就选一个时尚的菜，一个传统的菜，看我们的顾客更喜欢哪个菜，做个试验。苏州有1200万常住人口，其中1半以上来自外地。在崭新的时代，新旧文化交织在古城里，新派餐饮颇有反客为主的势头。钱立新是3代师徒中的晚辈，在他看来，想要对付见多识广的食客，除了要满足他们的味蕾，还要做出意境。但苏州最原汁原味的意境，却藏在古运河边老街的深处。华永根是3代师徒中的长辈，曾经担任过苏州烹饪协会会长。退休后，他在这栋老房子里做着复原传统苏帮菜的工作。对于这场比拼，华永根心里有数，
有一道古籍里的蟹菜，他已经琢磨了很长时间。密蟹、雍鉴，皆大业6年吴军所献。密蟹雍鉴据传出自隋朝时期，关于它的取材已经难以考证。苏州地处太湖流域产蟹区，所以在华永根看来，大闸蟹是首选食材。因为苏州菜呢，外地的人都称为文人菜，他追求一种意境，他追求一个情怀，他不需要考虑你的制作成本、制作的时间，不会按照你社会上在流行什么，他在流行什么。好多东西经过他们的口上，经过他们的笔下，才能把它流传下来。任性的文人在吃蟹这件事上不计成本，用鲅鱼身上最精华的肥厚鱼干，与螃蟹身上最精华的蟹黄、蟹膏一起烹调。二者都是富含脂肪的食材，虽然鲜味略有不同，但强强联手，达到1+1大于2的效果。无论怎样游刃有余，都还没人尝试过把螃蟹煮成甜味儿。华永根正是把重点放在蜜蟹的“蜜”字上，为此他还拿出了珍藏的桂花糖。这个今天的做菜的一个单子啊，按照这样去做。好的啊。在身边追随多年的老师傅对华永根的菜谱心领神会。猪油塑造脂香浓郁的基调，蟹黄、蟹肉、蟹柳要分别下锅煸炒调味儿，重启一锅混合翻炒，味道最纯时，甜味儿登场。老冰糖是甜里边带鲜味出来，蜂蜜是加生糖的质地，它的甜味甜得深。桂花糖是我们苏州特有的一种桂花，它的甜味中间带有桂花的香味。再品尝一下。这个味道做得很好，到位了，有以前的味道。华永根的菜品准备就绪。有香味。 3天后，这场以菜论道如约而至。螃蟹唱主角，一餐定胜负。喧闹的餐厅里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角落。在这场试验中，密蟹雍鉴获得了更多的点单，而华永根其实并不关心结果如何，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履行着行家的职责。在宁波，另一位行家也正在履行他的职责。戴永明，中国烹饪大师，把宁波菜的精髓传授给年轻人，是他做了大半辈子的工作。这个菜肴呢，具有宁波呢典型的鲜咸合一的这么个特点。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。每年9月，梭子蟹正值旺季。在戴永明眼中，螃蟹是宁波菜里重要的应季食材。
做的，这就会做的。那个东西啥的啥？18斩，宁波行家们的绝活。一只蟹只切18刀，讨喜的卖相能一直保持到出锅。蟹肉入铁盘慢焗，爆香豆酱给螃蟹提香增味儿。一勺滚油呛上去，风味物质瞬间溶于油脂，让香味儿喷薄而出。酱香浓郁，鲜中带咸，让老宁波人欲罢不能。哎，哪里啦？哎。戴永明有个习惯，隔3差5就会和几个最亲的徒弟聚餐。这些徒弟早已在餐饮江湖里独当一面。那是我好不啦？我好，老师。3号不去吃？3号正好，只有那里的。时不时回来尝尝师傅的手艺，既是叙旧，也是鞭策。而在这一桌菜肴里，最受欢迎的永远是那一道糟骨头蒸蟹。宁波历史上盛产黄酒，利用酿酒剩下的酒糟，加入黄酒2次发酵。这种具有独特风味的食材，可以掩盖腥味儿。排骨肉斩小块，便于入味，加食盐和酒糟密封腌制。酒糟中的活菌与猪肉共同发酵。肉中的蛋白质降解，形成氨基酸，又与盐协同，让鲜味倍增。宁波菜注重原汁原味、鲜咸合一，新鲜的原料和腌制的原料或者呢海货干制品组合在一起，这是鲜咸合一的定义。糟骨头蒸蟹是戴永明20年前推向市场的，如今已经风靡整个宁波，但却很少有人认识背后的这位行家。这本子上如果你说的了，体力他还有好几本，对不对？徒弟们第一次亲眼见到师傅的菜谱，戴永明多年整理的菜式。有些已经声名在外，也有很多还没有付诸实际。早的时候，宁波菜那个就是比较零碎，不怎么高端。当前来讲呢，还是远远被人家所低估。师傅的这个举动，让徒弟们心里五味杂陈。也许此刻，他们才理解了“行家”2字的分量。行家不论出身，不分年纪，说不定还有金发碧眼的。傍晚7点，一艘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捕捞船已经靠岸。这些体型巨大的生物来自遥远的白令海峡，它们在生物学上并不属于螃蟹类别，但有一个与蟹相关的名字——帝王蟹。活体帝王蟹运输难度很大，10吨蟹要在天黑之后的1个小时内转运完毕。接力棒交到中方工人手中，帝王蟹进入低温海水舱，等待下一趟征途。在不超过30个小时的时间内，这批鲜活的帝王蟹已经到达1500千米外的深圳。凌晨3点，一位特殊的行家趁着夜色出发了。那个蟹那个温度太高啊！在这个基地里，帝王蟹要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。
16年的从业经历，让陈标兵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。这个线明显是不够生猛的，它的吸水量呢，它是比较吸的比较多一点的水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一个线。这种线我们退回。帝王蟹生活在极地海域2到5摄氏度的深海中，生长周期不少于10年，体型大的超过10公斤，蟹脚展开最长能达到1.8米。与螃蟹不同，它们横竖都能行走。不同海域出产的帝王蟹颜色会有细微的差异，其中红色和蓝色的帝王蟹是公认的优质食材，也是陈标兵最看重的。白令海峡出水，上海登陆，跨越半个地球到达深圳。接下来将是这些帝王蟹走上餐桌前的最后一段征途。深圳，中国最年轻的1线城市，这里有梦想，有奇迹，也有钢铁丛林中无形的压力。傍晚，朝9晚5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，寻找美食带来的慰藉。在今天的海鲜池里，刚刚落脚的帝王蟹无疑是主角。来吃长脚蟹吗？这个可以一蟹3吃，有3种做法，相当于3个菜。哎，跟女朋友拍个照吗，帅哥？啊，就来一蟹3吃哦。好。欢笑声中，一只超过5斤的帝王蟹被送入后厨。新鲜度够了，好不好吃就看厨师的功夫。阿贵来自广西，12个小时之前，他早已提前做好料理帝王蟹的准备。用大量蒜末和各类辅料熬制一锅底油，作为给蟹肉入味的重要配料。帝王蟹的精华在蟹腿，分切时要长度均匀，摆盘才漂亮。滚油瞬间锁住水分，再用备好的底油炸香大量蒜末，最后的烹饪要在30秒内完成。炸姜蓉和炸辣椒增加干香，豉油提鲜。阿贵自创的这种做法，灵感来自香港名菜避风塘炒蟹，但因为帝王蟹肌纤维更长，久炒会流失水分，让口感变柴，所以他对做法进行了改良。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大家试一下。对这群年轻人来说，从故乡远征到他乡，横冲直撞，但也胜在敢闯敢干。如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，即便出发时赤手空拳，也终有一天大放异彩。行家并不是天生精通某种事物，都是因为热爱才会走上求索之路。螃蟹的征途其实就是人的征途。无数养蟹、捕蟹、烹蟹的行家，让螃蟹这份天生的鲜美可以跨越南北，滋养日常，不畏生熟，定义富足的生活，更映衬出当今中国和平繁荣的好年景。